后我们去 Golfland 玩那个 mini golf，是15块钱一个人，那一个人是one course， 它应该是一个人就可以玩一次，玩18个洞，我觉得价格还是很合理，而且环境非常的好漂亮，我还蛮喜欢的。Okay. Nice view. Also. Your first time in here? Milpitas, yes. San Jose. It's similar. Maybe. What's this called? That's ceviche, baby. Shrimp sweetie. Ceviche. Sweetie. We had before. In Hawaii restaurant? Yes. What's this? Empanada. Empanada. What's called like dumplings? Very much so. Like fried dumplings. What's this called? This one is Richard's Happy. No, it's sangria. Wow. This the shrimp, I think. Yes. This the beef barbecue. Beef. We order this one? I think it comes with Okay, let's eat. Girls time， 我们去吃点东西，完了之后去逛逛街。Yes, yes. 点对，说错了，没关系，没关系。A few moments later. 就说这男的给他的印象就是个小王子的，有钱绅士有礼貌，然后那个懂得照顾他，然后这里都太好笑了。
买了杯油米酸奶，喝差不多了，我觉得还蛮好喝的。这次是没有加糖，感觉像吃了顿饭一样，很饱。我们最常去的一家店，有一些有70%的 off，50%到70%，还不错。买了一个裤子，超舒服的，黑色没有打折，这颜色有打折，就买了。我觉得还蛮舒服。最近对裤子很上瘾，就是喜欢买很舒服的裤子，因为腰痛的话，我就很想穿舒服的东西。Anthropology 我们常逛的一个地方，里面的东西都很漂亮。价格有时候打折也蛮划算的。Hello， 大家好，我是修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个纪录片，在 Netflix，叫做 Tender Thriller，这部剧呢，它是一个纪录片，那它讲述就是几个女性同时遇到同一个骗子，完了之后她们所经历的故事。其实我也曾经在就是 dating app 就是有注册过几个账号，我也在dating app 上就是遇见过男生，尤其我现在男友也是我在网上遇见的。那其实在网上你遇见骗子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不管是哪一个 app 你都有可能会遇到骗子。当然就是花钱付费的可能会少一点，就是骗子会少一点，但是基本就是免费的 app 就是 dating app 都有骗子。那我也曾经被骗过，那大概的经历就是这个男生说他是美军，完了参加部队，完了他在中东地区那边想要保持联络，但是他没有办法，没有带够钱，完了之后说想能不能让我给他邮寄 Amazon 的 gift card 或是一些就是 debit card， 完让他充值，完保持联络。就是我都没有想我当时我会觉得就有点冲昏头脑了，就会觉得哎呀，他真的是为美国国家献出他的生命，我在这么危险的一个环境里，我需要帮助他，然后我就给了他500块钱的 Amazon gift card， 就当时就昏头了。完到后来的话，他管我要说那你能不能，就是我想还你钱，完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账号。然后我说那可以啊，就是他要还我钱，我觉得还蛮有诚意的，因为美国就是你都是有账号，银行账号，你告诉他也是可以。但是他问我说我账号我存不进去，我现在在银行，那我需要你的银行的那个卡的号码和密码。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就是完了，我就遇到一个骗子。就是当一个女生进入一个恋爱的状态，可能就会很容易就是不由自主陷入这个骗局里面，就忘记了说我要冷静的思考。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很容易被骗的一个人，就是不会去想说这个人会骗你，所以我经常就是不管是卖东西也好就交友网站我都被骗过。那还好都是数目很小，但是后来我在网上再遇到其他男生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点，如果说对方说他是异地的话，他说我现在不能立刻来见你，当时我立刻就会 block 这个人，因为基本说比如说你在 profile 上面写我是哪里哪里人，他其实如果想要渴望一个 relationship， 他肯定要分享我现在当地的位置，然后我可以见到你。如果他长期他说我在外地，他用那种甜言蜜语来哄骗你的话，其实基本都是骗子。所以我觉得在交友网站上，如果任何的就是金钱交易，一定就是要杜绝。你如果是纪录片里面，如果你是自己开账号，比如贷款credit card你让人家花，那是
真的是又是以你个人的名义，你是要负责承担这个责任的，就是银行它没办法。是你本人嘛，所以银行是不负责的。我很喜欢这个纪录片，原因是它真的蛮写实，它是根据真人真事写出来的。虽然结尾有点遗憾，因为这个男生其实就只坐了5个月的牢吧，他就出来。其实你在网上被骗，你是无法，因为你主动交了钱，你是无法让人家定罪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和谨慎，就是这一类型的人。那讲到就被骗嘛，那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个是感情的骗子，在这种 dating app 上面，其实在美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认识很多人，他在 dating app 上就结婚了，而找到非常好的配偶，而且婚姻也非常幸福。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就是说这个人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他是不是真诚的？你们可以坦开来心来，就是可以不要怕问问题。那比如说，哎，你是要计划是往结婚的发展，还是你只是玩玩而已？或是你也可以问你说你有没有要小孩的计划，或是你不要小孩，就是你在结婚你想选配偶的时候，你有一些基本条件，你可以在初次见面，或是甚至是前3次吧，就是一定要问清楚，这样的话大家不会浪费彼此的时间。如果你真的希望一个长期的关系，你就要选择就是 serious relationship app， 就是它的 app 是不同的，希望找的是那个可以长期发展对的人。所以我个人会建议，就是一开始你就要问清楚，确定这个人是愿意认真的关系，甚至说我相处好了，我们就1对1。想要找个性伴侣啊，或者我只是想要玩的话，我觉得对他人负责任，也需要告诉对方，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人他嘴上说就说就是很渴望就婚姻什么的，但是他长期都不跟你确认男女关系的话，完你会发现他在 online dating app 上常常上线 ，no， 就是我个人觉得就 move on 了。另外就是你想要找一个很稍微优秀的男生，你首先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女生，就是这样。那如果说比如像我的话，我已经30多了，那我会很真实的面对我自己，我就是我不可能说我不想找20几岁的男生，他可能没有想要定下来就是结婚啊。那即使说有20几岁男生对我有兴趣，但是我真的会去考虑，就是说他到底是怎么样想的。俗话说门当户对，我觉得不见得说你们的经济条件一定要一样，但是我觉得从思想价值观领域上，我觉得应该是相似的。大概就是这是我的理解。我不得不承认哈，这个骗子真的很有手段。那个 Simon 他就是他第一次约会，他都就是请你花费很多，完之后给你 promise。我觉得一个女生的话，就是一听到这些就会陷入爱情里面，因为女生她天生就是，尤其是渴望爱情，想要结束自己单身或者有点寂寞的女生，她渴望一个男生可以说既大方，完了之后呢形象又不错，完了之后就是而且会愿意让你加入到他的未来的计划里，这真的是蛮会让人心动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如果这个男生你才认识1个月或是几天而已，他就给你这样 promise， 你一定要小心，就是说其实他有可能并不是真心的。一个男生我觉得至少要3个月来认识你，才确定他要不要继续往下交往。所以我觉得过早的 promise 会让我们就是陷入爱情，但是一定让我们但是不见得是对的人。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吧，就是分享一些我在 online dating 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另外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去看这个纪录片的话，我觉得每一个男生女生，如果你现在还处在就是 online dating 的情况下，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尤其是我们女生的话，一定要
学习保护自己。女生都有第三、第六感的。如果你总觉得说哦这个人怪怪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对，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要沟通，完了要多仔细观察。所以祝福大家，祝福每一个男生女生都找到自己的梦中情人，完之后建立美好的家庭。好，那就拜拜啦。